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生。今天在银铃智囊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新年刚过，本应充满希望，但今早我实在忍不住怒火。最不该受伤的一群人，正面临制度风险。他们不是投机客，而是我们身边勤恳缴费、指望老有所养的父母长辈。2026年元旦起，确实有3类人的退休金可能自动减半，甚至取消。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2025年劳保基金破产传闻不断，政府称改革安抚人心，谁知2026年第一刀竟如此隐蔽，借助 AI 与大数据，对过去几十年投保记录进行大清洗，仿佛秋后算账。今天在银铃智囊，我必须紧急说明，哪些3类人首当其冲，该核对什么关键表格，若不幸中招，有无补救办法，这关系到未来几十年的生存保障。在开始这场关乎无数台湾家庭命运的分析之前，朋友们，我恳请你，如果家里有55岁以上的长辈，或者你自己也在为退休金焦虑，请一定花1秒钟给这个内容点个赞。你的每一个赞都是在帮我们对抗平台算法的限制，让这条救命的信息能跑到更多可能需要它的人眼前。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银铃智囊，也请你别忘了点下关注。因为在这个规则说变就变的时代，信息就是最宝贵的盾牌，早一步知道，就可能少损失几十万。好了，咱们一起深呼吸，把情绪稍微压一压，毕竟光生气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得把事情搞清楚。首先，咱们必须弄明白一个大背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卡在2026年这个节骨眼上？大家心里得有个底，劳保基金那个大水缸，眼看就要见底了。根据2025年官方自己的精算报告，2027年就被预测是所谓的破产元年。政府现在的压力山大，锅里饭不够分给这么多人，怎么办？开源，也就是让大家多缴费，过程太慢，阻力也大。那最快的方法就是节流，把分饭的碗收回来一些。说直白点，就是把那些他们认为不合规、有瑕疵，或者以前占了制度便宜的人，从领取名单里踢出去。或者把他们碗里的饭直接倒掉一半。以前劳保局审核，大部分靠人工，有些地方可能松一点，有些模糊地带也就过去了。但从2026年元旦开始，全面上线的 AI 查核系统，是个没有感情，只会按规则执行的机器。它这一上岗，直接导致了我们要说的第一类，也是人数可能非常庞大的高危人群，那些长期只在职业工会挂个名，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在那里工作的假劳工，这事在台湾算是半公开的秘密。很多家庭主妇、偶尔打零工的朋友，或者其实已经没在工作，但为了累积年资领退休金的人，会去找一个职业工会，比如什么成衣工会、餐饮工会、网络技术人员工会等等，每个月定期交一笔保费挂个名，假装自己还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以前人工审核时代，有时候查得不严，可能就让你通过了，但现在新公告明确规定，凡是无法提供具体工作证明的挂名投保者，一旦被大数据系统标记为异常，那么你挂名这段时间的所有年资将直接被一笔勾销，而且之前缴纳的保费1分不退，全部充公。对，你没听错，就是白白上交，这么多年白交了。我举个身边的例子，就像我认识的一位陈阿姨，今年58岁，在某个县市的职业工会挂了整整10年的名。上礼拜他突然收到劳保局来的公文，要求他在规定时间内去说明情况，并且必须提供过去5年的具体工作证明，比如客户订单、收入流水、工作现场照片之类的。陈阿姨一下子就慌了，她这5年都在家带孙子，哪有什么工作证明？最后结果可想而知，劳保局直接判定他那10年的投保记录无效。他原本精心算好，满60岁后每个月能领到2万出头的退休金，现在这么一弄，可能只剩下几千块的国民年金可以领。陈阿姨在家里哭了好几天，整个人都没了精神。所以，如果你家里有长辈是在职业工会投保的，请你立刻马上去确认一件事，他们手边有没有保留任何能证明他们那段时间确实有从事相关工作的证据，哪怕是一个手写的记账本，哪怕是一些和客户的 LINE 对话截图，哪怕是非常模糊的工作照片，都一定要妥善保管好。
这些在关键时刻可能就是能保住你几十年缴费记录的救命符。接着，第二类容易被自动减半的人群，长期居留国外，户籍已迁出的断保人员。这一点，尤其是有子女在海外定居的家庭，特别容易忽略。根据2026年出台的新规定，为了堵住所谓假台湾人回来领退休金的漏洞，政府在户籍这个环节上卡得史无前例的严格。如果你的户籍因为出境超过2年而被自动迁出，这个大家都知道，并且在你申请退休金的那个时间点，你的户籍不在台湾境内，那么你的劳保年金申请就可能会被暂时冻结，或者劳保局在计算时只愿意按照最低的投保薪资集聚来给你核发。以前很多人觉得这没什么，我到时候提前回来把户籍恢复不就好了，但现在不一样了。AI 系统是即时联网的，只要你的户籍记录出现过断层，系统就会自动把你的个人档案打上高风险的标签，在最后核算你退休金公式的时候，它很可能直接把你户籍在海外那段时间的所谓年资全部剔除，不纳入计算。第二类容易被自动减半的人群，长期居留国外，户籍已迁出的断保人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可能以为自己辛辛苦苦缴了30年的保费，但系统最终只承认你20年，你的退休金总额可能直接被打6折，对折甚至更多。所以，如果你家有长辈，目前长期住在国外，或者像候鸟一样在两地和海外来回居住，请务必记住2年这条重要期限，注意不要让户籍中断。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已经中断，那么必须在计划申请退休金之前，提早足够的时间回到所在地，办理恢复户籍的手续，并且住满规定要求的时间，把相关手续办理妥当，不然可能面临损失。最后是第三类人，也是这次公告里条款藏得比较深，但影响不小的一类人，那些已经提前申请领取了退休金，但因为生活需要又重返职场工作的群体。在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时期，很多老人家发现单靠退休金可能不够应对日常生活开销，于是他们选择一边领取相关年金，一边再去找份工作，比如从事一些辅助性或服务性岗位。放在以前，大家会说这是勤劳，是不服老，但现在，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这可能触发相关规定。新公告里有一条需要留意的条款，凡是已经开始领取老年年金的人，如果重新进入职场，并且雇主又为其参加了相关保险，同时每月新工作的薪资超过基本工资的一定倍数，那么原本在领的年金就可能启动调整机制。听明白了吗？相关逻辑是，既然还有能力工作，还能赚到一份薪水，那就可能触发养老金的重新计算，所以可能会从已经发放的养老金里进行一定调整。这让一些人难以理解，老人家正是因为钱不够用才去工作的，结果反而因为去工作而影响原有养老金。但需要注意的是，相关规则现在已经被明确写入规定，很多长辈不完全了解这个新规定，他们想着能多赚一点是一点，让新雇主帮自己加保，觉得这样更有保障，结果下个月养老金入账时，突然发现金额少了，感到意外。所以对于这部分长辈或者自己面临这种情况的朋友，我的建议是，如果确实需要重返职场工作，请务必提前了解清楚政策。如果新工作的薪资并不高，可以试着和雇主协商，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保障，尽可能了解清楚是否会触发年金调整的相关规定。好了，一口气讲完这3类风险较高的人群，估计很多朋友已经听得有些紧张了。你肯定会急着问我，说了这么多，那我到底要怎么判断自己或家人有没有受影响？反复强调的，必须去核对的那张表到底是什么？大家别急，这张表并不是什么神秘武器，它就是相关系统里一份叫做投保资料表明细的东西。以前我们都太依赖公司或工会的人士，觉得他们会处理好，自己从来不会主动去查这份资料。但在现在，你必须亲自去核对这份属于你自己的记录。你需要重点核对以下3个关键环节。一，核对你的投保薪资有没有被长期低报。很多用人单位为了节省成本，会刻意把员工的投保薪资申报的较低，低于实际工资，
而这个投保薪资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你未来退休金计算的基数，基数低，领到的钱自然就少。现在趁着你可能还在职或者离职不久，去查清楚，如果发现被长期低报，你还有机会通过申诉等途径去维护权益，等退休手续都办完了再发现，就比较被动了。第二，核对你的投保年资是否存在断层，特别是那些换过好几次工作，或者职业生涯中有过空档期的人，系统有时会出错，也可能上一家公司离职时没办妥转出手续，下一家公司入职时又没及时加保，中间就会出现几个月的空窗期，这断掉的几个月，在未来计算时就可能影响领取资格。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核对你的投保单位性质，看清楚你这段时间到底是在一家正规公司名下投保，还是在某个职业工会名下投保。如果发现是在工会，那么请你立刻回到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类风险去对照，马上确认相关的工作证明材料是否齐全，是否还能找到。那么这份如此重要的表要去哪里查呢？现在方便很多，不用再去柜台排队，你只需要准备好自己的自然人凭证或相关证件，登录官方网站的电子服务系统，或者直接用手机下载相关 APP， 按照指引就能轻松查询和下载。我在这里建议大家抽空把这份投保资料表明细调取出来，仔仔细细逐月逐项的核对一遍，哪怕你只发现其中一个月的数据有误，现在花点时间去纠正，未来可能换回的就是不小的退休金差额，这笔时间账怎么算都值。朋友们，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的心情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个社会运转了一辈子，缴纳了数十年的保费，结果到了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刻，为了拿回本就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却要仔细留意规则的变化，要去核对各项记录。但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相关机构发布的公告通篇都是专业术语，强调基金的永续经营和财务平衡，却似乎让人容易忘记，那报表上的每一个数字，每一行年资的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老人一天的3餐温饱，都是一个普通家庭晚年生活的保障。我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用这么急切的语气把这件事摊开来讲？因为我太清楚了，由于信息差异，恐怕有很多普通百姓不完全知道相关公告的存在，更不理解其中条款的影响，他们照常生活，直到某一天突然发现账户里打进来的钱有变化，才感到意外。我不希望那个瞬间发生在你或你的家人身上。除了立刻去核对表格，除了小心避开我们刚才说的那3个注意事项，我更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句心里话，千万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100%的寄托在某一种保障上。不管相关制度未来怎么改革，怎么调整，它最终能提供的大概率是一份基础性的保障，而绝不应该成为规划中唯一的依靠。你必须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去构建属于自己的多元化保障。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趁着还有时间，还有精力，去合理配置一些能够相对稳健的资产。比如说，考虑进行一些合理的资产配置，它们历来是经济波动时期的选项，或者研究一些经营稳定，每年有可观现金分红的资产，给自己创造一个额外收入的来源。再比如，在专业指导下，适当调整资产结构，增加一些抗通胀能力较强的配置。这些动作的核心目的，不是让你去冒险投机，而是给你的家庭财务增加一份保障。只有当你的名下拥有足够覆盖你基本生活开销的多元化的安排时，你才能在将来面对任何规则变动时心里有底，从容不迫。你甚至可以从容的笑笑，因为你晚年的安全感来自于你自己多年前的智慧和布局，而不是完全依赖于某个可能变化的制度。这份从容才是真正的尊严。今天这期内容就算是我江生为大家拉响的一次提醒。如果你听懂了，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对你家庭的重要性，那么请别只是听听而已，请务必立刻行动起来，去查表，去核对，去帮父母整理可能的工作证明。如果你在查询核对的过程中遇到了任何看不懂的字段，或者不知道自己的某种情况该如何判断，请不要犹豫，可以进行咨询。
我和相关团队会尽我们所能，为大家提供解答的思路。甚至，如果某个问题非常普遍，我们可以专门为此进行说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撰写材料，怎么走流程维护自己的权益。我是你们的朋友，一个愿意陪大家在这个世界里一起守住温暖，守护好手中资产的老朋友。我们别让时间平平淡淡的过去，等到年底才发现有些东西已经来不及挽回。最好的行动时机永远是现在，是当下这一刻。我们下期内容再见。真心祝愿大家这一周不仅能工作顺利，更能通过自己的行动，把相关养老保障稳稳当当的安排好。